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真手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的，我們直接切入今天的主題。聊到氣候變遷啊，你腦中第一個浮現的畫面是什麼？大概不外乎是工廠的大煙囪啦，馬路上汽車的廢氣。但你有沒有想過，其實有一個更巨大、更根本的連結，就藏在我們每天的餐盤上。今天這份分析就是要來揭開這個隱藏的氣候巨獸——我們的全球食物系統，特別是畜牧業，到底是如何在不知不覺中形塑我們地球的未來。好，首先我們得先建立一個基本但極度震撼的認知，就是這個問題的規模究竟有多龐大。根據耶魯大學這場論壇的資料，全球的食物系統，我說的是從農地到餐桌的整個產業鏈，它所產生的溫室氣體，竟然佔了全球總排放量的1/4到1/3。沒錯，你沒聽錯，就是這麼高。這個數字，說真的，遠遠超乎大多數人的想象，而且在主流的氣候討論裡面，常常被嚴重低估。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那這些驚人的排放量到底從哪裡來的？有位頂尖的環境法律專家叫 Peter Lane， 他用了一個非常好記的框架來拆解，他稱之為牛、玉米和糞便。首先是牛在消化過程中會打嗝，釋放出大量的甲烷，這是一種超級溫室氣體，在短期內的暖化效應比二氧化碳還要強上幾十倍。再來是糞便，現代化的大型養殖場會產生巨量的排泄物，這些廢棄物堆在露天的儲存池裡面發酵，同樣會釋放出海量的甲烷。最後是玉米，這裡的玉米不是單指玉米，而是泛指為了種植飼料作物，還有為了開闢牧場，人類大規模的砍伐森林、破壞草原。這種土地用途的改變，會把原本安安穩穩封存在土壤跟植物裡好幾千年的碳，一次性的釋放到大氣中。為了讓你更具體地感受這個土地使用的規模，我們來做個思想實驗。現在，請你跟我一起想象一下美國的地圖，然後從東岸到西岸，把將近一半的面積都塗上顏色。這片廣大到嚇人的土地，就是專門用來放牧，還有種植、餵養這些動物的飼料。這就是畜牧業令人咋舌的土地足跡。那為什麼會需要這麼多土地呢？Peter Lane 給出了一個核心數據，他說，要生產1磅的牛肉，平均需要投入15磅的穀物。這個15:1的懸殊比例，背後揭示的是一個資源轉換效率極低的生產模式。我們等於是把大量的土地、水和能源都投入到一個回報率極低的食物生產鏈裡面。好，理解了問題的嚴重性之後，接下來我們來看看，面對這個巨大挑戰，各國的政策是怎麼應對的。我們先來看第一個案例，美國。美國的現況，真的可以用政策迷宮這4個字來形容，充滿了矛盾跟複雜性。最讓人跌破眼鏡的是什麼？就是儘管畜牧業對氣候的衝擊這麼明顯，但在美國聯邦政府的層級，幾乎完全不存在任何直接針對這個問題的氣候政策，真的就像一張白紙，上面幾乎沒有任何著墨。然而，很有趣的是，當中央層級動彈不得的時候，改變的動力就轉移到了地方。我們看到，在州政府和城市層級開始出現一些零零星星的實驗性的行動，這就形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聯邦政策是僵化停滯的，而地方層級則像是一塊塊零散、各自為政的政策補丁。不過，在這個迷宮裡面，也不是一片漆黑啦，還是有一些亮點值得我們關注的。比方說，紐約州就開始要求大型農場要監測並且報告他們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加州更猛，通過了法案，要求大型企業必須揭露他們業務中跟氣候相關的財務風險。這當然也包含了許多農業巨頭。另外，像是紐約市、洛杉磯這些大都會，也開始推動植物優先的食品採購政策，在學校、醫院這些公家機關的食堂增加低碳排的餐點選項。但這就帶出了一個更深層的思考：有些州政府的政策表面上看起來很環保，但實際上卻可能是一種虛假的解決方案。舉個例子，有些州大力補貼利用動物糞便來制造生質燃料，聽起來很棒，對吧？變廢為寶。
但問題來了，這反而給了大型養殖場一個新的獲利模式，可能會鼓勵他們進一步擴大生產規模。結果就是鞏固了這個本身就高排放的產業體系，而不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也提醒我們，好的政策意圖不一定會帶來好的結果。OK， 看完美國這個複雜的迷宮，我們現在把鏡頭轉到歐洲，來看一個完全不同的劇本——丹麥。丹麥提供了一個令人驚訝而且充滿希望的替代模式，一套非常清晰的綠色藍圖。你聽聽這句話：植物性飲食是未來。這聽起來可能很像某個環保團體的口號，對吧？但最驚人的是，講出這句話的人是丹麥的食品與農業部長。他不是什麼環保分子，而是一位出身自右翼政黨的傳統農民。在丹麥這個畜牧業超強、豬的數量甚至比人還多的國家，由這樣背景的官員公開宣示這個方向，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政治轉變信號。那丹麥的策略核心是什麼？很簡單，他們不玩懲罰性的法規，他們玩的是獎勵性的投資。他們直接砸了一筆高達1.7億歐元的植物性食品補助基金，政府是直接把錢當做了推動變革最主要的引擎。這筆錢的用法也很有智慧，採取了雙軌並進的策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個圓餅圖切成兩半，一半的資金投入到前端的創新與研發，用來開發新的植物作物品種，更美味的植物性產品。另外一半呢，就投入到後端的教育、培訓還有市場建立。這包括訓練廚師、教育農民，以及建立消費者對植物性食品的需求。而且這些策略不是喊口號而已哦，而是非常具體的結構性改革。比方說，他們把豆類作物的種植技術直接編進農業學校的必修課。他們還創建了一個全新的綠色廚師認證學程，從根本上改變餐飲教育。他們資助新創公司，幫助他們擴大生產規模。甚至因為丹麥是食品出口大國，他們還資助計劃去培訓德國、奧地利這些主要出口市場的餐飲專業人士，直接從需求端來改變整個市場。這些都是着眼於未來的深層布局，非常厲害。好的，丹麥的故事真的很鼓舞人心。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從中提煉出3個我認為可以在任何地方應用的核心變革要素。這就是丹麥行動手冊。第一步，改變論述。丹麥的策略很聰明，他們不談少吃肉，而是強調多吃植物。你看，前者帶有剝奪感，很容易引起反彈；後者呢，則是創造一個充滿機會與可能性的新選項。第二步，注入資源。光有口號沒有用，必須要有實質的資金支持，讓那些有想法的企業、農民和研究者有能力去實現創新。第三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建立橋梁。他們主動跟反對者還有利益相關者溝通，去尋求共識與妥協。丹麥素食協會的執行長 Runa Christopher Dragstol 分享了這句非常有力量的話，他說：你越是想改變世界，就越有責任去為那些看似與你距離遙遠的人們搭建溝通的橋梁。我覺得這句話完美概括了丹麥模式的哲學核心，就是放棄意識形態的對立，選擇務實、充滿同理心的溝通合作。他們甚至成功地跟代表傳統畜牧業的農民協會共同發表了植物性食品的研發策略報告，這真的很不簡單。好的，我們來到今天分析的尾聲，總結一下前方的道路。聽完美國和丹麥這2個截然不同的案例，這引發了一個最終的思考。我們地球的未來究竟是決定在我們的餐盤上，還是在權力的殿堂裡？答案或許是兩者都不可或缺。我們個人的消費選擇確實重要，但它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系統性變革框架來支持，才能夠發揮出最大的影響力。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第一，我們的食物系統，特別是畜牧業，是氣候變遷的隱形巨獸，佔了全球將近1/3的排放量。第二，美國的政策迷宮告訴我們，如果缺乏頂層設計，進步會非常緩慢。同時也要警惕那些可能鞏固舊有體系的虛假解決方案。第三，丹麥提供了非常成功的藍圖，它的核心是改變論述、注入資源，以及最重要的建立溝通的橋梁。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